天文部队持续横扫城市，厕所大部队反击之下且战且退。这些套有故障厕所壳子的天文部队是故意还是刻意改进了大圣人带来新的科技出场？监控蜘蛛成为了机甲博士的坐骑。Hey guys， 屁人们 here， 欢迎看我的频道。在等待了差1天2周的时间后，这发蹦在他的频道更新了76集第一部分，时长拥有3分钟。没想到的是，发布预告后经历了5天的时间，这无疑是难等的。但至少赶上了这个周末。虽然这个时候我应该睡觉了，但依然爬了起来，因为我很想立刻与大家分享一些精彩的想法。这集相对来说内容较少，但这只是76集的第一部分。而之所以分部分，是在上次预告之前，这发蹦让管理员开启了意见投票，在更快或更慢的发布中做出选择。但相对的，更快意味着部分多，较慢则很少分部分。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比起遥遥无期的等待，还是短小精悍来的畅快些。那我们准备开始吧，看情景节。视频内容难保有时会过度解读猜测，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前情回顾：天文舰队扫荡某座城市，歼灭了众多联盟部队，在对抗来犯的敌人时，表现出了厕所与联盟的合作征兆。他们克服强敌，携手共同度过难关。回到本集，开幕的画面无疑是劲爆了。如果说上集的天气是压抑、紧张、末路，那这集的黑夜之下，倾盆大雨铺天盖来，算是正在浇灭着希望。一种窒息感四处肆虐，战火并没有在大雨之下被浇熄，而是愈演愈烈。这番情景之下，就连雷鸣之声都显得苍白无力。可以看到，第一幕就是厕所方的一些重工单位，他们武装着各种蜂窝飞弹发射器和炮管，但此刻无一不是在朝着面前火力全开。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一名天文拦截机，直接回收咧嘴大笑预告图。面对如此多的火力压制，他仍然可以在硬扛之下发射飞弹，可见其硬度的强悍。但没有让他发射多久，一艘有些韵味的自毁式厕所撞上了他。从其产生的效果来看，除了爆炸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可能是带有了油桶和腐蚀桶，搭配之下效果显著。顿时天文拦截机在空中失衡，导致撞击地面。见状，厕所大部队顿时火力全开，为其洗脸。可此时有另一个单位来了，是天文焚毁机。他一来就开始履行着他的义务，立刻功率拉满，打算焚毁掉下方的厕所大部队。很明显，这厕所在面对没有杠的拦截机时都显得十分的吃力，更不用说这带杠的焚毁机了。顿时下方哀鸿遍野，我想这可能就是画本中的人间炼狱了。派尔者也因此受到了爆炸的波及，不得不重新站起身来后离开这里。这个对手是派尔者无法撼动的存在。在天文焚毁机到来时，他有讲话，大致是称在座的诸位厕所怎么敢还手，挨打要站直是吧？不过意义不大，算是口嗨吧，可以自己听一听。派者往后跑路，途中看到了一位武装到牙齿的厕所，其后方还跟有2架自毁式喷气机。看他们的移动方向是去给天文焚毁机上一课无疑了，祝他们好运。从派者在跑路时超过了一旁的监控人，在对比身高之下，可以得知派者是大摄影人，所以看起来跑得更快，视角也更高。很快，派者来到了另一处地方，从远处能看到有一架监控战斗机坠机了。紧接着，一位炮管厕所出现，他没有向派者发起攻击，反而派者举起双炮要攻击似的。我想做出这样的动作有2个可能，一是精神紧绷触及反弹，这点更具人性化，可能是长期交战导致的；二是派尔者还不知道联合的消息。从刚刚的监控大兵以及派尔者的袖子来看，显然是较为普通的一种。或许此处是联盟和厕所方的另一处交战区，相较阿尔法山基地比较遥远，所以消息滞留严重。虽说监控人的视角可以共享，但仅可以提供给能提供画面的单位或仪器，就是不知道这群队伍中是否有人拥有展示画面的仪器。假设没有，那这种想法就有可能成立；假设拥有，那可能是上述的精神紧绷导致，但这点依然存在漏洞。如果是，那么也不至于在发现了来者之后还迟迟不将手中的炮管拿下。对此还有另一种可能，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很快，从右侧飞出了一个厕所状方的炮管厕所，这次的派尔者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开炮了。那么刚说的另一种可能就出现了。从这个出现的厕所外观来看，其前方有着3块铁皮，与先前的炮管厕所一致，大致一看很容易当成一类，所以不排除派尔者一时分不清是敌是友的可能，亦或是单纯的在玩一个兵人的梗。但无论是哪种可能，这很难猜测。在后面还有着黄山监控人的参考，如果你们还有更好的想法，都可以提提哦。派尔者在发射双炮前，这位厕所戴上头盔扛下了，面对双管齐下，竟毫无破损，十分的坚硬。可以看到它的外观除了与先前的炮管厕所相似外，后方还装有机翼式的部件，就像拦截机似的，在高速移动之下用来维持平衡，这样看起来更具合理性。在机翼后方还有着某种传动装置，也与拦截机下方旋转的装置类似，可能这个东西的作用
况与飞碟的飞盘相当，用来功能以及高速移动使用。可以看到这个厕所卸下面具后，双炮管开始鱼跃冲南，而后方的装置也随之有了些许扩展，所以我才由此猜想，并没有让其发射出来，一道激光射线将其打断了，随之产生了爆炸。没再给他反应时间，一辆战车驶来碾碎了他。随后这个单位倒车看向拍者，开始笑嘻嘻的打招呼，是一位战车厕所。但此时拍者再次举起了炮筒，以及右侧监控人先一发射线发出，使其笑容戛然而止。刚救了你们，这么快就忘了是吧？在这道蓝色射线击中后，从战车厕所下方出现了一个探头，很快冒出了2个监控人，为首的便是黄山小伙儿。虽说在颜色上有些对不上，但此刻他正处于雨水打湿的状态之下，所以看起来有些深。从领带和内衫颜色基本上可以判定是上集的拍摄者。上集是白天，也同时在下雨，这集换成了晚上。那么其中的故事线会不会是倒转叙事呢？之所以让我由此感觉从旁边的大桥和上集的大桥对比，看起来很像一个地方。假设是的话，就不排除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上集因为特种飞碟的到来，黄山监控人已经离开了这片区域。如果假设成立，那么黄山监控人此时将要去大桥的另一边，且可能拍摄者后面也会过去。那么就说上集的这个监控人可能就是这集的拍摄者，而黄山监控人可能在充当战场传讯的作用，告知这里未知晓联合消息的监控人。对比上集和这集的大桥以及周遭建筑物来看，是与75集在同一张地图，但这集到目前仅是第一部分，还有后面的内容未完全展示。如果是倒叙，可能我们会在这集中会倒着一步一步知晓联合的来龙去脉，从而补全厕所与联盟联合过程缺失的部分，但这个仅为猜测。这样做的话，倒不失为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属于是先给结果再给前章，但也不排除是我过度解读了。我们继续，派者与另一名监控人对望之后，转向了左边，一些监控人与白皮厕所正在跑路，包括什么坐轮椅的、爬在厕所上等等，以各种稀奇古怪的姿势逃离。追击他们的是与先前外观一致的厕所。除此之外，左侧有着一把椅子，回收了此前的预告图，且这把椅子与上集的椅子一样挥动。相关的猜测之前已经提过，就不再重复了。派者前进，他这次算是分清了敌友，扬起炮管直接 fire， 正中靶心。虽然这名厕所有所反击，但派者侧身躲避补上一炮的同时，右边监控人麻痹射线发出，顿时故障电流冲刺被控制了。趁势派者上去补刀，注意看，在额头上有着某种标志，这个符号标志可能代表着天文符号，其右侧太阳穴附近的应该是地球的符号，正面额头上呈现的可能是炼基数4元素的土元素符号。地球符号还好，可以理解为这些个单位可能是由地球造出来的，亦或是负责这一块的。而土元素就懵了，很难将二者相互关联起来，当然可能也与之无关，其英语的意思也是地球，那么就是说这些单位极大可能是地球造的。这里再提一个点，这些出现的厕所外观对比来看，与故障厕所有着一些相似之处，难道说其中存在关联？如果是的话，那么以前研究出的故障厕所会不会是目前这些成品单位的试验品呢？先投入战场直接观察效用，而后兼备的撞击和速度之下再修复外泄电流导致的失控，完善成为了今天这些批量的单位。我感觉其中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太确定，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想法哦。派者借了一把炮管后，反复检视了这把传说级武器，趁此空隙下，厕所脱离了范围。好家伙，一刀带不走他，再短暂将丑很快啊！一个快速撞击直接击倒派者，可以在这里看到其头部依然是机械构造，所以这便是一刀还带不走的原因，流出的也应该是某种机油。他靠近派者预热冲人，准备带着派者，但被打断了，是一个精密武装大摄影人。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只想说好久不见。不过相较之前同款式的大摄影人，装束还有些不同。他的右臂增加了一块盾牌，这块盾牌与深秋的他的监控持有的是同款的盾牌，可以自己根据之前的他的监控对比一手。现在他拥有了他的监控的同款炮管和盾牌，依然成为了一个比拍者强力的多的单位。不知为何看他的感觉总让我想起70级的大圣人，其除了穿着之外，手持的武器涂装也是一样。但他当时在对付老邓时不幸坠机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此时一阵 skip 的声响起，转头望去，又是一个一致的厕所。虽然击毁了，但一个接着一个的批量出现。对此，精密大圣人将右手盾牌架在了地上，顿时间生成了一面他的监控同款盾牌，抵挡着到来的炮火攻击，依然变成了阵地战。随后手持震的炮与拍者一起攻击飞到空中的单位，但没有这样持续下去。只见厕所们停止了火力输出，纷纷让路，一位更强力的厕所出现了。他一经出现，中央炮管就开始蓄能，很快啊，一颗巨大的炮弹飞来，顷刻间光盾消散，盾牌倒在一旁。见效果不错，他继续蓄能，还想要发射第二发，但此时一个比他更大的单位出现了，一个帅气的平滑入场，是蜘蛛监控来了。从这进场的姿势来看，他依然是从空中落下，但这次不是底部
喷气停车，而是脚底板滑行触地刹车，也说明了刻不容缓，没有时间给他慢慢停下，慢一步就可能2个大圣人有危险了。他出现后就打动了蜘蛛赤裸高级版的注意力，顿时监控蜘蛛4炮管齐射，狂轰滥炸之下震退了蜘蛛厕所高级版。随后面对2个厕所使用了喷气加力起身，在瞬间收起油门关火，脚尖点地，带走了2位参赛者。但先前的蜘蛛赤裸高级版依然还没有下线，虽然机械臂没了，但依然耐打，其满身盔甲就能看出坚硬的程度。监控蜘蛛蓄能1炮将其带走，而后进入了战斗结算画面。只见一位科学家从中站起，并向屏幕前的我们竖起了大拇哥。由此基本可以得知，这个科学家和蜘蛛监控8乘4 72级的2个单位，相隔4级就回归了。要么是这个科学家的能力太强，要么是此前的时间跨度有一定的距离，这才足够其完成修复并再次回到战场。不过惊喜的是，监控蜘蛛变成了一架载具，可自由攻击，可操作攻击。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体验一把监控蜘蛛视角，估计希望不大。另外，这仅是第一部分，下部分的故事很有可能会接着继续，或许会遇到片头出现的天文魂飞者，然后与科学家操控的监控蜘蛛对垒，亦或是再套娃套到别的地方，椅子或虚影的伏笔可能还会出现。这些结果大概率会留给劲爆的77集，亦或是季版中。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我是皮斯曼，我们下个视频再见。